你们费尽心思找到我，花5个亿，就为了让一个精神病给你们当儿媳妇？展叔小姐，我们开门见山，你妹妹沈清月就是祸害我儿子的绿茶。谁祸害的？你们找谁？查我干什么呀？沈小姐，别装了。论绿茶，他可从来不是你的对手，所以你才被他们沈家合力送进了精神病院。看来你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说吧，想干什么？给我1个亿，我肯定不会再缠着你们儿子。希望你说到做到。阿传，我知道自己小门小户配不上你，但我的爱情是无价的，不是你父母随便1个亿就能买走的。既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吧。臭小子，你造反了你啊！你们凭什么拿钱羞辱清月？凭什么拿钱买走我的爱情？谁拿钱羞辱他了？是他自己主动要的。好个绿茶，连我也敢算计。你到现在还在诬陷他，信不信我死给你们看？哎呀，儿子呀！为了挽回儿子的心，这半年来，我们3个沈家的项目，沈家都能从小作坊变成江城有头有脸的门户。可那沈清月没有半点满足的意思，所以，既然我儿子这么喜欢绿茶，那我就不用更茶了，以茶治茶，以毒治毒，把我儿子从沈清月身边夺走，拯救我那不争气的舔狗儿子，也拯救我们岌岌可危的首富之位。这是夸我还是骂我？沈小姐，除了这5个亿的酬劳之外，今后只要我宋家在，永保你自由身。既然如此，拯救首富舔狗儿子的艰巨任务，我接了。我已经让人安排好了住所和身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儿子宋婵从乡下回来的未婚妻林初。林初，好名字。那么宋阿姨，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林小姐，学校到。饿呀！阿传，在我成为真正和你门当户对的人之前，我不能高攀你，我不想让江城的豪门在背地里笑话你娶了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我的自尊、我的骄傲和我的深情都不允许这么做。那我就源源不断的给沈家资源，一直给到你没心理负担为止。阿晨，你和那些骄纵跋扈的豪门阔少好不一样，你真是上天给我的恩赐。这宋婵为沈清月付出了这么多，居然连个正牌男友还没有混上，还真是个冤种女。我是宋婵未婚妻的身份公布了吗？放心吧，已经人尽皆知了。沈清月，你这茶艺也太老掉牙了，今天姐姐就好好教你一招。宋婵哥哥都有未婚妻了，我还是退出吧，要让他为难。你凭什么退出啊？宋少爱的人是你，不被爱的才是小三儿呢。没错，清月你放心，一会儿等他过来，你看我们怎么教训他。对，清月的爱情交给我们守护。没错，对，没错。我费尽心思钓了这么多年的豪门太子爷，不管是谁，都别想和我抢。来了，他来了。不会吧？多年不见，沈清月还是这么菜鸡。什么太子爷未婚妻？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你没事吧？都怪同学们太喜欢我了，一时接受不了你插足，才这样做。你可千万不要怪他们。水是我们安排的，你当小三破坏别人的感情，就别怪我们不客气。老绿茶仙门脸，姐姐先给你露一小手。
好美。沈安叔，怎么是他？我无意破坏你们的感情，可是婚约是伯父伯母定下来的，我人微言轻，哪有拒绝的权利？宋家那两个老东西给宋晨定的未婚妻，怎么是他？清月同学，你大可以放心，我不会和你抢宋晨，也抢不过你。求求你不要针对我好不好？我只是想来大城市读书，交新的朋友，从来没有奢望过当什么少奶奶。我没有想到大家会这么讨厌我。没讨厌你，对不起啊，我叫张浩，我愿意和你做朋友。是啊，你别哭，只要你别对宋少有任何想法，我们大家都愿意跟你做朋友。不行，不能让这个贱人坏了我的好事。姐姐，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可是你也不能冒充宋晨的未婚妻啊。姐姐，清月管她叫姐姐，这怎么回事？其实我一直有个精神病院的姐姐，当年父母看她可怜，就从孤儿院收养了她。可谁知她从小到大，只要我有的，她都要抢。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她竟然从精神病院跑出来，还冒充宋晨的未婚妻。宋少满心满眼都是咱们清月，哪来的什么未婚妻啊？清月，你放心，我们这就帮你把他赶出去。这点绿茶手段就想把我给赶走，做梦！青云同学，我不是都说了，我不会和你抢宋晨的，又何必编这种话来冤枉我？更何况，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怎么可能轻易跑出来呢？好像确实有道理，精神病院好像确实不是那么容易跑的，更何况他是这么柔弱一个女生。清月，你是不是认错了？这就是宋晨家安排的未婚妻，就是一个无辜的女生，你何必把气撒到她身上？是啊，清月，我们都是支持你的，你不能编出这样的谎话诬陷人家呀。不是，我没有。青雨同学，是你的就是你的，别人抢也抢不走。难道你对宋晨同学这点信心都没有？还是说你觉得你配不上宋晨，不配得到他的爱？沈安说你这个贱人，先是勾搭宋晨，你现在又在这挑拨离间，我要把你送回精神病院！妹妹，有一句话你说的没错，属于你的东西，我都会一一抢走。鱼儿上钩了。绿茶手段第二来，激发男人的保护欲，往往比占有欲更加事半功倍。你还要抱多久？你没事吧？没事，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的。谢谢宋晨哥哥。没有男人能顶得住一句红着眼睛喊出的哥哥吧？你个贱人，竟然敢当着我的面勾引宋晨！青雨同学，求求你别再打我了。清月，你今天是怎么了？你为了他竟然拦我！林初只是我爸妈口头承诺的未婚妻，我爱的人只有你。你要是把他打伤了，我爸妈只会更讨厌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娶你啊！而且林初刚才态度一直挺好的。沈清月，你干嘛突然打他？是啊，清月，林初同学从刚才一进门就说了，不会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你真有点过了。是呀。这些蠢货，沈安叔这么明显的绿茶手段都看不出来，现在其实对我很不利。看来我只能先以退为进。抱歉，林初同学，我刚以为你是我那个精神病的姐姐，情绪有点激动。没事，看得出来青云同学很在意宋晨哥哥，所以做出过激的行为，我也是可以理解的。这边礼物，我马上给你。我用生活费买的，别人有你也得。谢谢阿晨，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耳环？我们真是心有灵犀。
普普通通的轻奢品牌，价值不到我那对耳环的1%。沈安叔，你也就配这种烂货。哇，你的发夹也好好看呀，快戴上呀，这和你正相配呢。唉，爱与不爱果然很明显，先让你得意一会儿，很快你就笑不出来了。谢谢，但我不能要。为什么？星宇同学是宋家未来的女主人，她值得一切最好的，不像我，我只是个乡下来的野孩子。能跟你们上同一所大学，已经是我的恩赐了，不敢奢求别的。这位同学，我觉得你比我更适合这枚发卡。我知道你是青玉同学的好朋友，他一定送了你更多更贵的礼物，希望你不要嫌弃我的礼物。沈清月绝不是大方的人，人的本性是改不了的。清月从来都没有送过我这么珍贵的礼物，谢谢你林初同学，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秦雨嫣最好的朋友了。哎，沈清月，雨嫣跟你做了这么久的朋友，事事替你出头，你居然连一个礼物都不送给她？那一定是青雨同学平时节俭惯了，如果他有，一定会送的。你现在有了，要不要送一下？沈清月，你不是仗着自己身边跟班舔狗多吗？那我就让你身边空无一人。这个礼物是宋晨哥哥送的，自然是舍不得的，大家就别为难他了。够了，明明是你挑事，还要在这装好人。好了，他明明是在帮你说话。林初，毕竟是我宋家对不起你，你不要妄自菲薄，用这些钱去买点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虽然我不会娶你，但我也希望你不要委屈自己。谢谢，宋晨哥哥。我不是想破坏你们的感情，但我毕竟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能不能请你带我参观一下校园？如果不方便的话，都算了。可不行，他好像……我只是想早点融入环境，不再打扰你们，可以吗？清月，林初说的也有些道理，你要不冷静一下，我先带他去逛逛。走吧。沈安叔，你这个贱人，我就知道你是冲着宋晨来的。爸妈，沈安叔又来破坏我们的生活了，你们快来呀！那就是我们学校篮球场，我儿子在那里训练。小心！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我没做事。不知道为什么，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安心。绿茶手段第3条，男人的生理感官往往比心理更加直接。哼，混账东西！当初我们怎么收养你这个祸害？你不好好待在精神病院，又想跑到这儿祸害你妹妹，是不是？他们因为不孕领养了我，结果第2年就怀了沈清月，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他们宝贝女儿的贴身奴仆。给我玩，不给，这是外婆捧给我的。哼，家里的一切都是我的，你还敢瞪我，我这就让爸爸妈妈教训你。七月，怎么了这是？供你吃，供你喝，你还敢欺负我女儿？大什么大？今天晚上不许你吃饭。来，七月，吃好吃的啊。他们要进城，花销变大，嫌我是累赘，就将我丢到乡下。他以后就归你养了，我们要去城里打拼，身边只能带一个孩子。妈妈，妈妈，乖，以后呀，就外婆疼你。甚至他们连外婆看病钱都要抢。没过多久，唯一爱我的人病逝了。现在你外婆也病死了，以后我们还得养着你，你就是个丧门星，我们就不应该收养。
来的还挺快，不过来的正好。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哼，怎么回事？你们认识？叔叔阿姨，我们认识吗？雨轩，你有所不知，她就是我那个有精神病的大女儿。我们好心收养她，谁知道她从小就嫉妒清月，欺负清月。5年前更是为了争宠，把家里闹得翻天覆地的。我跟他爸不得已才把她赶出家门的。如今她就是怀恨在心，换了个身份，故意来接近你，想抢走你，报复清月的。叔叔阿姨说的是真的吗？你看，她自己都承认了。我就说嘛，这死丫头天生就是个坏种，总想着怎么欺负她妹妹。如果我真的有父母就好，我多希望叔叔阿姨说的是真的，我能有一对父母，有一个姐妹，哪怕他们天天打我、骂我、欺负我，我也愿意。可是我注定孤苦无依。不是，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你这个小贱蹄子，你还在这演上了！叔叔阿姨，我妈跟我说过，林初是我父亲战友的遗孤，从小在乡下长大，你们肯定是认错了。这小贱蹄子，你还死不承认？你在我们沈家待了10几年，你还在这装呢？你别以为我拿不出什么证据。对，手机里就有最好的证据，看我们今天怎么弄死你！怎么没有一张这贱蹄子的照片呢？多年来，他们避我如洪水猛兽，怎么可能手机里留有我的照片？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给院长打电话，他那里肯定有这小贱蹄子在精神病院的病历啊！对，院长一定可以出来证明。现在就打！你个小贱蹄子，你别得意，我们马上就会让你现出原形的。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哎呀，怎么是空号？什么？宋晨的父母早就安排好了，除了占有遗孤的身份，我的任何证据都会被抹得一干二净。叔叔阿姨，我只不过是宋晨同学挂名的未婚妻，不会影响他和沈清月同学的感情的。这一点我已经和清月同学当众保证过了，你们不用再费尽心思的给我安罪名了。好，我们走。不行，你不能把小贱人带走。就是不能走。阿晨，我能证明林初就是我那神经病姐姐。刚刚在教室你都不相信我说的话，所以我通知了我爸妈，和他们一起给你证明看。姐姐的病情是又加重了吧？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看来这次得把你送去强制治疗才行。雨轩，你要把我这个精神病女儿留在这儿，她肯定会伤害清月的。要不然，我们先把她带走，以后有什么事儿再慢慢给你解释。走，你走，你走，你不用管我，我做梦都想要一对父母，哪怕是假的，哪怕他们天天打我、骂我、欺负我，我也愿意。阿晨，清月，我原本以为你跟你爸妈不一样，可你现在在做什么？拉着全家人污蔑一个无辜的女孩，还在人家伤口上撒盐，对你太失望了。清月同学，你是天上的公主，有父母的关心，有宋晨哥的照顾，你值得一切最好的。你给我闭嘴！可我不一样，我只是一个父母双亡的乡下人，怎么可能奢望去和你抢宋家女主人的位置？你又何必？你个贱人，给我闭嘴！够了，你们还要闹到什么时候？阿晨，林初真是我的神经病姐姐。就是啊。是啊，清月同学，你把我错认成你姐姐，是不是因为太久没见她，很想念她呀？有空的话，就多去看望看望她吧，她也一定很想你们呢。对你太失望，林初。宋晨对我的态度已经从漠视变成了维护。绿茶手段第4条，让男人心疼。
是男人沦陷的开始。林初是宋家钦定的未婚妻，按道理来说，沈清月才是小三吧？早就看沈清月这副心比天高的样子不爽了。他爸只不过是个暴发户，被宋晨看上才有了今天，搞不懂在神气什么。沈清月就是丫鬟的生妄想小姐蜜，现在正牌未婚妻来了，沈清月才是个不要脸的小三。来吃菜吃菜，小初，这些都是我让陈妈特意给你做的。谢谢阿姨。宋晨，那个小绿茶欺负林初的视频都已经传到网上了，你怎么回事啊？任由他们一家欺负你的未婚妻？不是吧，伯父，不怪宋晨，他已经尽力在保护我了，是沈家认错了女儿。不过也不怪他们，他们也是爱女心切，我们就不要追究他的责任了，好吗？才2天，儿子的心就动摇了。这是高手。陈妈，是你吗？帮我把沐浴露拿进来一下吧。陈妈。Just come and stay with me. On nights when you get cold, I'll never miss you. 陈哥哥，我不知道是你。 Don't gotta be alone, yeah. You did all unspoken. 宋晨哥哥，谢谢你刚才救了我。我初来乍到，没有衣服换，就穿了你的衬衣，你不会介意吧？这是我刚买的睡衣，你还是穿这个吧。谢谢你啊，陈哥哥。沈安说，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以沈清月的性格，肯定受不了这种刺激，立即会有所行动。殊不知，做的越多，错误的越多。林初同学，前几天的事真不好意思，你今天有空吗？我想请你吃顿饭，赔礼道歉。啊，非得今天吗？我都订好餐厅了。那听你的。清月同学，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吗？不点单吗？沈安树，别演了，我知道你不是林初。我今天特意选择了这家餐厅最私密的包厢。林初，我等下就让你后悔接近宋晨，我要让你在他面前彻底身败名裂。
你该不会以为找几个混混侵犯我，就能打消宋晨对我的好感吧？不过这点招数也确实符合你寥寥无几的智商。姐姐，你也太小看我了。今天被凌辱的不是你，是我。你？你说，如果阿晨突然闯进来，看到我正在被欺负，而你完好无损的站在一边，他会觉得是谁想伤害我呀？是林初找我们过来的，他想要毁掉沈小姐的清白。原来你想的是这个招数。沈安叔，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精神病，阿晨永远都不可能喜欢你。假的就是假的，我今天就要让他看到你的真面目。沈清月，你真以为我敢来就没做什么准备吗？5年前你玩不过，现在更是痴心妄想。沈安叔，你终于不装了，装不下去了吧？让阿晨看看你这个贱人的真实面目到底是怎么在。你敢打我？是这些混混打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胡说，明明是你打的，我有证据。这里没有摄像头啊，这里是整个餐厅最隐蔽的地方，你自己说的。沈安叔，我要让你好看，你们给我好好收拾他！你想清楚了，他们要是动了我，你的戏可就演不下去了。住手！沈安叔，算你狠！我已经给阿晨发了消息，他马上就过来，看你还能再嚣张到什么地步。清月，你在哪里？他来了，沈安叔，也要让你烂走精神病院！阿晨，快来救我呀！阿晨，快来救我！怎么样？小宝贝，不要！住手！求求你们不要！如果这一幕被宋晨看见，他一定会以为是我设计侵犯沈清月，到时候我就算是留嘴说清，前面没干好事，沈清月还可以利用宋晨的愧疚，重新让给我。不行，我必须找到破局方法。阿晨，快来救我！别碰我朋友！你们这群人渣！我不许你们碰他！有什么冲我来！啊！贱人，给我放开！陈哥哥，我保护了你爱的人，快去看看他。阿爽，阿爽，沈清月，你又输了，输得一败涂地。阿晨，那都是林初在做戏呀！那些小混混是他找来凌辱我的，他是看你来救我才故意嚣张卖惨。苏晨，你别被他骗了！谁不演戏把自己伤成那样？沈清月，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吵吧吵吧，吵得越厉害，宋晨就会对你越厌。苏晨，你要相信我！事实就在眼前，我拿什么相信？你身上还有伤，别动，我来喂你。
宋晨哥哥，谢谢你。医生说了，你有轻微脑震荡，腿还划伤了，这段时间需要静养，不能有太大的情绪波动。没事，有我在。你怎么这么傻呀？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敢和那群流氓也不应？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不怕。沈安叔，你再装，恶不恶心？我从小在乡下长大的，皮糙肉厚，就算受伤留疤也没有关系。清月同学不一样，她皮肤娇嫩，我不能让她受伤，就算是豁出自己的性命，我也要保护她。我知道自己打不过他们，可是我不能让清月受伤，她受伤的话也会难过。我不想让你伤心。你就这么小，你就这么小。林初，你演够了没有？那些小混混是你找来的吧？你想让他们欺辱我，好让宋宁嫌弃我和我分手，好让自己上位，对不对？你身上的这件伤根本就不是为了保护我，而是你自导自演弄成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博同情问惨。你骗得了宋晨，你骗不了我。阿晨，你好好想想，你进包厢的时候是不是林初看到你才摔倒的？他分明就在演戏啊！清月同学，我原以为我救了你，我们就可以成为朋友，哪怕不能成为朋友，你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针对我。为什么？为什么你还要污蔑我？我真的只是想要保护你，我不想让宋晨哥哥难过。清月，你今天太不冷静了，你先回去。宋晨，怎么自从他来了你就变了？你明明说好要护我一辈子的，怎么现在就这么轻易相信了他的话？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破坏你们的感情，哪怕只是当一个旁观者，我也愿意。可我没有想到我的出现会带来这么多误会。等我好一点，我就去找宋阿姨，让她给我办理转学手续。你们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我。谁说要赶你走的？你是沈清月的救命恩人，更是我父母定下的未婚妻，我绝对不会有赶你走的道理。你就安心养伤，有我在，谁也不能赶你走。男人永远挡不住女人的适当暗藏。宋琛，你什么意思？让他留下我怎么办？我才是你的女朋友。林初救了你的命，你却一直冤枉他，你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啊？过来，谢谢林初，并和他道歉。你什么意思？我感谢他，感谢他处心积虑的把你抢走吗？道歉。他的所有话都是一面之词，你为什么就相信他，不相信我呢？谁说他是一面之词？我能证明林初是无辜的。我能证明林初是无辜的。林初，你在给谁发消息呢？雨燕，清月要请我吃饭，我好开心。沈清月要请你吃饭？你说他是不是要和我成为好朋友？要是我们这次能解开之前的误会，就太好了。怎么回事？我故意透给秦雨燕消息，就是等着她来给我做人证。她是沈清月这些年最重要的根本，她的话，宋琛一定会信。今天沈清月给林初发消息说要请客吃饭，林初觉得能跟沈清月同学做朋友了，满心欢喜的去了餐厅。你说林初要害你，可他又是怎么算到你今天要请客吃饭，并且刚好找到人来凌辱你的呢？青雨，你是不是我朋友？到底在帮谁啊？我只知道，我一直拿你当朋友，可你只是把我当一个可有可无的跟班，一个替你欺负别人的出头鸟。雨燕，没想到你居然敢站出来为我说话，谢谢你把我当朋友。
可林初就不一样了，和他做朋友的这些天，是我大学里面最快乐的日子。他心思单纯，待人真诚，和你那些弯弯绕绕的心思可不一样。阿晨，你听我说，一定是他们合起伙来害我。够了！沈清月，以前我是当你年纪小任性，所以宠着你，纵容你。我没想到你怎么这么恶毒，这么容不下一个无辜的女孩。阿晨，你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我说什么话你都不相信？秦雨嫣一定是被林初收买了，他们串通好了骗你。林初需要静养，我也需要冷静一下。你先回去吧。宋晨，回去！不要我再说第3遍。林初，我和你没完。没事了。小初啊，伤得严不严重啊？小初啊，你一个女孩子怎么那么不顾一切去救什么沈清月？万一落马怎么办？叔叔阿姨，我没事，让你们担心了。哎，行了，都别站着了，上房间里说。走吧。小初是我老战友的遗孤，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又是那个沈清月啊！你为了那个女人，你想气死我们不成？叔叔阿姨，你们真的误会了，这事儿不怪陈哥哥。要不是因为他在，我都被那些小混混给玷污了。是我要谢谢陈哥哥才是。真的？真的，陈哥哥这几天一直在医院里照顾我，他对我特别好。这还差不多。小初啊，他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也尽管和我们说，我们好好管教他。无论怎样，小初都是因为你这个臭小子才受了这么大的罪。这么识大体的好姑娘，你可要好好补偿人家。放心吧，爸妈，我会的。哎呀，我锅里还炖着汤呢，我去看看啊。是，我陪你一起去。我不是故意，我是怕叔叔阿姨生你的气，所以假装的，你别介意。林初，谢谢你帮我解围。这件事儿说到底还是我不好。我知道你对清月同学才是真爱，我在你身边偶尔有付出的机会就已经很满足了，不奢望你像对清月同学一样。那个不提他了。你喜欢什么？我送你。叔叔阿姨说的话你不用放在心上，我这种人配不上什么珍贵的礼物，精心挑选的应该送给清月同学才是，尽快跟他和好。这么希望我跟他和好吗？你不是喜欢清月同学吗？我只是希望你幸福啊。这是绿茶中的鼻祖啊！我只是希望你幸福啊。男人的愧疚心，只要稍加引导，往往就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好了，可以这样。林初妹妹，你看我给你买的什么？这条项链全球仅此一条，人鱼眼泪，你戴上一定会非常好看。还有这些服饰、包包，都是给你。以前是我服侍了你，以后我都会好好对你。比起这些珍贵的礼物，我更看重的是你的真心。陈哥哥，有你这句话，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哇，从没见过儿子对绿茶以外的女人这么殷勤。
这林初手段果然了得，这人没白请，钱没白花。走，阿晨，我知道错了，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上，让我解释一下好不好？明天我在学校等你，不见不散。林初妹妹，我还有点事儿，有问题的说。我那个绿茶妹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而男人的劣根性注定了会走为了败。正好我还没玩够。还没到吗？阿晨，可以睁开眼睛了。阿晨，我错了，以前是我不够经过你的角度考虑，经过这几天的反省，我真的感受到了你有多爱我。阿晨，你向我表白了999次，这一次由我来走向你。林初同学，对不起，以前我一直以为是你找人欺负我，但是没想到你为了我受了这么重的伤，都怪我不好，你能原谅我吗？我的好妹妹，你终于反应过来不和我硬碰硬了，开始精进茶艺了。好，那我们就看一看谁更胜一筹。都怪我误会了那件事，不仅伤害了你，还伤害了最爱我的阿晨的心。林初同学，我们和好吧，我们当最好的朋友，希望你能接受我。都是同学，就原谅他吧。是啊，清月同学已经真心道歉了，就原谅他吧。原来是想把我架起来。好，那我就死你的意。清月同学愿意和我做朋友，是我的荣幸，我怎么会不接受呢？陈哥哥看到我们和好，肯定也会很开心的。看到你们能和平相处，真是太好了。这样，我也就不用夹在中间为难。之前我是被阿晨宠得太过骄纵，总是不经意间的伤害到别人，我真的好内疚。阿晨，都怪我太爱你了。林初同学又顶着未婚妻的身份突然插进来，我难免感到危机，但也让我看清了爱你的心。就这一点，我还真要谢谢你。不过，阿晨，只要你开心，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你能原谅我之前所有的任性吗？我的好妹妹真会演啊！绿茶大舞台，说来她就来啊！清月，当然，我这么爱你，怎么舍得原谅？先让你得意一会儿，等等再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演技。吴管家，怎么是你啊？宋晨呢？之前不都是我们放学一起回家的吗？林小姐，抱歉，宋晨少爷去送沈清月了。哦，你再处心积虑又怎么样？只要我略施手段，他还是我的，他的真爱是我，这就是你无论如何不会有的筹码。是吗？你怎么这么自信的觉得你的筹码不会转移到我的手？林初，你怎么还没睡啊？陈哥哥，你终于回来了。我看清月发的照片里，你们今晚喝了酒，我就给你煲了汤醒酒护肝。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就一直在这守着了。清月只知道管我喝酒，却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身体。我真是该死，家里有人等我，我还回来这么晚。没关系的，来，坐，先喝点热汤暖暖身子。来，对不起，对不起。你没事吧？你没事吧，陈哥哥？都怪我，我太不小心了。我没事，倒是你，痛到哪里没有？我没事，陈哥哥，你千万不要把我当成负担，好不好？我只想对你好，每天能看到你，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林初，你好傻呀！明天你就还按时去接清月同学，不用再让管家去送我了，我自己可以的。明天我陪你一起去。以后啊，我们都一起上学放学。好。沈清月，你看你的筹码正一点一点转到我的手里。平时这个时间，阿晨已经来接我去学校了呀。沈安说，又是你！别以为让宋晨送你上学又能怎么样？他是我的，费尽心思也休想抢走。沈安说，你看我。那男的是谁？他们为什么抱在一起？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我堵车了，路上。难道是沈安树一边勾搭宋晨，一边又勾引别的男人？我倒要看看宋晨看到你这副水性杨花贱人模样，还会不会要你？宝贝，我可想死你了。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别来学校找我，万一被人发现怎么办？好不容易才让宋晨对我有了好感，万一前功尽弃了呢？好不容易才让宋晨对我有了好感，万一前功尽弃了呢？可是我已经很吃醋了，你每天住在宋家，每天跟宋晨在一起，你是我的女人，你让我怎么想啊？好啦，今晚我跟宋晨说和同学聚会，我和他一起回家了。晚上去找你好，好好陪陪你。真的？小东西，你还挺坏的。那说定了，今晚8点，丽景酒店1连1房，我等你啊。走。沈安说：“终于被我抓到把柄了吧？”宋晨哥哥，不好意思啊，清月，我今天早上起晚了，没去接你上学，你不会生气吧？怎么会呢？我今天也有重要的事情，我也没去上学呢。出什么事了吗？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今晚8点，丽景酒店101，我等你哦。沈安说：“我要让宋晨亲眼看到你跟别的男人厮混，让他知道你个贱人的真面目。”沈清月但凡有点脑子，也该想到我怎么可能去沈家酒店赚钱。清月，你到底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啊？神神秘秘的。你就跟我进房间就知道了，保证让你魂都吓掉了。沈安叔，你个蠢货，偷情偷到我家的酒店里来！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宋晨看到你跟那个男人在一起鬼混的时候是什么表情。清月，你记得我生日了啊？今天是宋晨生日。清月，这么些年了，每年你的生日我都精心布置，可你从来都不记得我的生日，你知道我有多难过？今天我特别高兴，你终于把我放在心上。陈哥哥，生日快乐！林初，你这是？林初，你在搞什么鬼？这是我进到宋家第一次给陈哥哥过生日，时间有点仓促，陈哥哥你不要嫌弃，我手有点笨，布置这些花了1天1夜。原来这些都是你准备的？不是我，是清月同学准备的，我就是负责执行而已，这一切都是清月同学的安排。我就说清月怎么突然记得我生日了，原来是林初的心意，明明是他辛辛苦苦为我做的，却还是贴心说是清月安排的。他这样的善解人意，真是让人心疼呀。林初，谢谢你。不对，他在说谎，
他今天晚上在酒店，明明是为了偷情。偷情？什么偷情啊？我来酒店只是为了给陈哥哥布置生日场地，好让你们两个共度良宵，怎么就成偷情了呢？你少在这里装清纯！我今天在学校明明看到你跟一个男人搂搂抱抱，你们还约好今晚8点在这里偷情。就算你只是名义上的宋家未婚妻，但既然占着这个名分，又怎么能背着宋晨在外面乱搞呢？这要是传出去被别人知道，让宋家的脸面往哪儿放？沈清月，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看到什么男人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宋晨，你被这林初给骗了，他一边勾搭你，一边又跟别的男人鬼混。我亲眼看到他们约好今晚要在这里偷情。好，你说我偷情，那男人呢？这里明明只有我一个人。对，男人，看我把这个男人找到，让你百口莫辩。清月同学，你找人就找人，别把我给陈哥哥租的生日场地给破坏了，求求你了！今天可是他的生日。不可能，怎么可能没有呢？沈清月，够了！宋晨，你相信我，他真的在这里藏了男人，我一定可以找到的。沈清月，我就知道你从来就不会记得我伤了你。好不容易有个人把我放在心上，为我精心布置，你非要无理取闹毁了他是吗？你到底把我当什么？林初，我们走。不是宋晨。沈清月，你又输了。根本就没有偷情这回事，是沈安叔故意的，他故意设计这一切，让宋晨讨厌我。沈安叔，我不会放过你的。都怪那个贱人，阿晨好几天都不理我了。不行，我必须赶紧想办法。清月同学，我们学校准备举办钢琴比赛，到时候会请来很多业界专业人士。你钢琴弹这么好，快点报名吧。连老天都在配合我，当初我就是靠着一首钢琴曲俘获了阿晨的心，现在我也可以凭借这次钢琴比赛重新抓住阿晨，也让他看看沈安叔这种土包子根本上不得台面，他只会在钢琴比赛上颜面尽失，被我撑得一文不值。沈安叔，我的琴谱整理好了没有？好了。沈安叔这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土包子能会什么？他离钢琴最近的距离就是给我收拾琴谱、擦钢琴，他这辈子都是被我踩在脚下的命。林初同学，钢琴比赛我已经报好名了。阿晨，我已经报名学校的钢琴大赛，可我好久不弹钢琴了，你能陪我去音乐教室练习一下吗？你早上都没有陪我上学，难道排练也不愿意陪我吗？好，我陪你一起去，走吧。想在钢琴比赛上踩我一脚，那你这如意算盘可就又打错了。阿晨，你还记得这首曲子吗？当然。这是我们相遇那天我弹的曲子。阿晨，我想跟你说，我爱你。不好意思啊，我进错房间了。林初，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排练，你要不要也来试试？算了吧，我就不打扰你和清月同学了。走什么？现在正是让他在阿晨面前丢脸的好机会。林初同学，你不也参加新钢琴大赛了吗？快来试试呀！我和阿晨很期待你的棋艺呢。林初同学，你不是原谅我了吗？如果不弹的话，就说明你不愿意和我当好朋友了。那好吧。林初，我先弹个简单的，然后你再弹。
6级的曲目还说是简单的，想让我难堪？妹妹，你的表演痕迹太重了，让姐教你。林初同学，该你了。看你拿什么跟我比？你快来试试呀！我帮你剪。你怎么了？林初，你疯了！清月同学，如果你不想让我参加钢琴比赛，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为什么要砸伤我的手？清月，你又要干什么？不是我，明明就是他砸的。林初马上就要参加钢琴比赛，他会自己砸自己的手。你编谎能不能也编圆一点？清月同学，如果你是因为今天早上陈哥哥送我上学，所以不高兴的话，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以后陈哥哥的时间都是你的。沈安说，明明刚刚就是你自己砸的。阿琛，这个女人疯了！我对你太失望。钢琴比赛靠的是自己的实力，而不是这种伤害人的手段。你好好反省反省吧。陈哥哥，你别因为我和清月同学生气，他这么做都是因为太爱你了。他这种扭曲的爱，我消受不起。疼吗？疼。那我轻点。陈哥哥，你给我吹一吹，就不疼了。哦，这样有没有好些？要不我还是退出比赛吧，这样清月同学就不会误会我们了。清月怎么想是她的事情，你没必要委屈了自己。放心吧，萧姨说了，你的手没什么事情，养一养就好，不会影响比赛。我只是个农村孩子，登不了大雅之堂，何况我也没有合适的比赛衣服，到时候再给你丢人。我给你安排，一切有我。明天就是钢琴比赛了，只要你们帮我造势，让我顺利拿到第1名，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的。放心吧，清月，谁不知道你的钢琴水平是全校第1呀？就是，到时候谁要是敢跟你抢，我们一定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到时候我要让林初在钢琴比赛上名誉扫地。下一位是来自戏剧表演专业一班的同学，也是我们学校的校花沈清月，大家掌声欢迎！哇，真不愧是我们的校花，就是漂亮，而且钢琴弹得也好听，大家都知道。这首曲子我想送给一个人。清月同学的曲子出神入化，感情丰沛，这次的冠军呀，非他莫属。没错，如果不让清月同学拿冠军的话，那就是有黑幕，我第一个同意。谢谢大家的喜欢，不过我只是抛砖引玉，接下来我们将舞台交给林初同学。是谁啊？对呀，我也不知道。林初是谁？没听说过啊。我是钢琴社的，我也没听说过他。会弹钢琴吗？林初同学虽然来自乡下，但是也请大家不要嫌弃他。我们是同学，要一视同仁，千万不能因为他的出身就嫌弃他。如果他弹得不好，甚至连件像样的礼服都没有的话，也请大家不要笑话他。我还没上台，就给别人营造一副我来自乡下、不会弹琴的形象。我的好妹妹，你还真是又帮我一把。下面有请林初同学。
如果说沈清月是校花的话，那林初同学简直就是女神级别的人物。是啊，林初同学简直就是山谷里的蔷薇，太美了。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借了一身礼服，就真把自己当成钢琴家了？等下看你怎么追！Bravo， 简直太震撼了！这首马克西姆的《出埃及记》，若非名家，根本谈不出其中精髓之一二。没想到学校里还有这样的大神，如此出神入化的造诣，简直是划过钢琴界之星。这位同学，有没有想法在钢琴上继续深造？我可以收你为关门弟子。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已经有关门弟子了吧？我可以为他破例，他值得。不可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沈清月还让我们骂人家，骂不出来，根本骂不出来啊！这弹得多好啊！是呀，就连我这种没有听过这首曲子的人都差点听哭了。如果林初同学拿不到冠军，那肯定也是有黑幕的，我也是一定不答应。沈清月这样不会是故意找茬的吧？如果这样我们还挑出毛病，简直不是拿我们当傻子吗？女人要学会示弱，还要有扮猪吃老虎的反差感，才更会让男人心生崇拜。也有请沈清月同学一同上台，等待最终结果。我宣布，本次钢琴比赛冠军是林初。沈清月亚军。林初同学和沈清月同学在钢琴上都十分出色，沈清月同学演奏流畅，技巧还是不错的。林初同学就更不用说了，简直天才，无人能及。沈清月同学，以后要多和林初同学学习，毕竟你们之间的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嘛。比赛第二，友谊第一。现在请我们的冠亚军拥抱。史安树，你阴魂！你什么时候学的钢琴？姐的本事还多着呢。妹妹，早就告诉过你，你的一切我都会讲。清月同学，你别生气，你要是想要第一名，我把奖杯让给你就是了。求你别再欺负我了。我没有推你，史安说你又演上了，都怪我，我不该弹得比你好。评委老师，求求你了，你把我的第一名让给清月同学吧，我愿意退出钢琴比赛。钢琴比赛不是儿戏，你弹得好就是好。沈清月的水平出了校门，什么也不是，给他第二都是抬举他。就这样的人还是校花，真是恶毒。沈清月，人家林初同学弹的就是比你强得多，你比不过就耍赖，真是像是。没错，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当校花，简直就是给我们学校丢人！丢人退赛，丢人退赛，丢人退赛。妹妹，你本来可以安安稳稳拿你的冠军，可你非要自作聪明替我报名，怎么样？拿起砖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不好受吧？沈清月，有我在的地方，你永远要被压一头，你的光环我都会抢走。我要打死你！你的光环我都会抢走。我要打死你！够了，沈清月，你还嫌不够丢人吗？
阿晨，相信我，我没有推他，是他自己摔倒的。胡说！我们都看见你推他了，难道我们大家所有人眼睛都是瞎的吗？你们都被他骗了！本来我还以为你说的都是真的，真的以为你会收敛，没想到你还是这么恶毒，我都快不认识你了。本来我爸妈还说你是个势利的人，跟我在一起只是为了钱，我还不信，现在看来真的没错。不像林初，一心只是为了我好，他处处退让，换来的是你步步紧逼，得寸进尺。陈哥哥，都是我不好，一切的争端都是因为我。如果不是我，你们现在一定还是好好的，都怪我。我还是走吧。你不用走，该走的是他。沈清月，我们分手。宋晨，你不能跟我分手！宋晨，阿初，我给你买了城西头那家你最喜欢的糕点，尝尝。阿初，你看，我把当季最新款的糕点都给你买来了，你一会儿试试，给我看呗。嗯，陈哥哥，你过来。哦，怎么了，阿初？陈哥哥，我渴了。商场新开了家网红奶茶店，我这就去把当季的新品都给你买回来。好。不愧是绿茶中的大师啊，好手段！没想到短短1个月的时间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现在宋晨的小子心里眼里只有你了。哎呦，这是怎么了？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呢？都怪沈安说那个贱人，他害我，现在宋晨要跟我分手。我们好不容易才攀上宋家，这个小贱蹄子就知道坏我们的好事。清月，别担心，我们已经有新的证据了，一定可以揭穿沈安叔那个精神病的真实身份。什么证据啊？啊，小初啊，你拿着，这是伯父伯母额外奖励你的。没想到你做的这么出色，现在宋晨和那个沈清月已经分手了，都是你的功劳，拿着。这卡里有5000万，喜欢什么自己去买。伯父伯母，宋晨和沈清月现在刚刚分手，沈清月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宋晨也未必真的舍得一刀两断。我既然拿了这笔钱，就一定会把事情做好，永绝后患。不只是完成任务，我还要让沈家彻底跌入泥潭，一败涂地。还是小初想的周到，你有什么打算？伯母，我记得没错的话，过几天就是您的生日宴了吧？嗯，对。好主意，还是小初有手段。那过几天生日宴上，就让宋晨对沈清月彻底失望。那我们现在就等着宋夫人的生日宴上，让宋晨彻底看清沈安说的真面目。那我们现在就等着宋夫人的生日宴上，让宋晨彻底看清沈安说的真面目。爸妈，今天宴会上来的都是上流人士，咱们一定要一击即中，让他再也无法翻身。沈安说那贱人的身份一旦公诸于众，宋家肯定会把他赶逐出门的。咱们手上的那份证据啊，足以让沈安叔当众现形。无论他是个什么妖精，都休想再跟我们家清月抢男人。到时候他失去了宋家的依靠，我再把他送进精神病医院，他这一辈子也别想再出来祸害我们了。走。我今天穿了和阿晨相识的裙子，到时候我卖卖惨，装装可怜，让阿晨对我产生哪怕一丁点的同情。只要他能想起我们曾经的美好，我再当众戳穿沈安硕的身份，到时候宋家少夫人的位置还是我的。亲家，伯父伯母，清月带爸妈给您贺寿了。不请自来，
小树说的没错，这绿茶这果然次我带爸妈给您贺寿，是清月认识到了从前的错误，我伤害了阿成的心，我知道这是无论如何都弥补不了的，但我还是抱有一丝希望，哪怕做不成情侣，我们也可以做很好的朋友啊！毕竟我们曾经是最了解彼此、最相恋的恋人。清月，你以前要是有这份心，我们哪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阿成，你能原谅我吗？林叔说的真没错，这小子真没有定力。亲家母，这个是我跟清月他爸爸的一点心意，你别客气，收下吧。亲家公，这是我们沈氏的名片，以后有什么生意，还请宋家多多帮衬。这恨不是亲家。哎呀，两个孩子之间闹了点矛盾，别太在意。是，这就是宋氏继承人的未婚妻吗？太美了！哇，天哪，这也太美了！这就是宋氏继承人的未婚妻吗？太美了！哇，天哪，这也太美了！这比在场的所有人都要美。沈安叔，你又抢我风头，看我等下让你怎么哭着被扫地出门！叔叔阿姨，哎呀，我这未来儿媳妇可真美。阿初，你今天好美。是陈哥哥挑的礼服好，还是陈哥哥的眼光好？林小姐真是倾国倾城啊，跟宋少站在一起，真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啊！没错，宋总和宋夫人真是好福气。伯母，今天是您的大寿，我给您准备了一件礼物。什么呀？是一个小首饰，我觉得很衬您，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呀，还得是我儿媳妇儿，除了你，谁还能送这么合适的礼物？小初，有心了。那么小一个首饰盒，能是什么贵重的礼物？果然，上不得台面的村里人就是送不出什么好东西。沈安叔就是故意的，你说那人怎么还不来？别着急，在路上。我懂了，杀招自然是最后得出现的。在他彻底决战之前，我懂了，杀招自然是最后得出现的。在他彻底决战之前，林初同学，之前的事是我不好，我向你道歉，希望你能不跟我一般见识。今天是伯母的生日，我们不要闹得不愉快，好不好？以后你想打我、骂我，我都认错认罚。这沈清月啊，也是懂事的，知道啊，在这个长辈的寿宴上不要闹事。是啊，也真心是个孝顺心的孩子。清月同学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一直都不想让伯父伯母生气啊。不过清月同学现在有这样的觉悟，已经是很好。沈安叔，你还有心思阴阳我？等着吧，等你被扫地出门，关进精神病院，你就知道求我了。伯母，今天你生日，我也给你带了礼物。坏了，我的寿礼呢？这么珍贵的珠宝怎么会不见了呢？这夜会有小偷！坏了，我的寿礼呢？这么珍贵的珠宝怎么会不见了呢？这夜会有小偷！沈小姐，你再好好找找，这好端端的怎么会不见呢？刚才只有林小姐和沈小姐有近距离接触。没错，我刚才只跟林初有接触，就是他拿的。我没有啊。那你就脱了衣服给大家看看，证明你没拿。这大庭广众之下不好吧？林小姐是宋家的儿媳，不至于拿你的东西吧？不行，这是我特意给伯母选的礼物，是用希伯来蓝宝石做成的项链，非常珍贵。我姐姐虽然是沈家人，但她从小在乡下长大，渴望把珠宝占为己有也是有可能的。姐姐，只要你脱光衣服证明自证清白，我就相信不是你拿。沈清月，别闹。林初，你要是不敢脱衣服，那就说明你心虚，礼物就是你拿的。林初，你要是不敢脱衣服，那就说明你心虚，礼物就是你拿的。阿初，快解释一下。的确是啊，林小姐出生于乡下，又没见过什么大世面，这么贵重的珠宝，难免会占为己有的想法。乡下人穷惯了，
总是会养成一些小偷小摸的习惯。林初同学，如果是你拿的，你现在拿出来，我就不追究你了。无论是脱光衣服证明，还是被我搜出来藏在你身上的珠宝，沈安叔，你的名声都一定臭了。阿楚是那样的人，他不可能偷东西。就是小厨如果想要，我宋家什么都能给，何必偷呢？沈清月，别再闹了，这里不是你可以乱来的地方。伯父伯母，我也是为了宋家好呀。阿晨，就算我们分手了，但林初作为你的未婚妻，也应该是个手脚干净、品德高尚的人呀。要不然嫁进了宋家，也会弄得宋家家宅不宁的。况且这个事情得查个水落石出，宋家维护一个小偷未婚妻的事儿，就会成为整个江城的笑话。是我亲手把项链放在你口袋里的，到时候我既要让你脱光衣服丢光面子，还要让大家看到就是你手脚不干净，任你浑身长满了嘴，也百口莫辩。林初，这次我看你怎么破我的局。林初同学，快脱了呀，证明你没拿。怎么，你不敢吗？一定是心虚了，这可是宋家的宴会，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是啊是啊，真是家门不幸啊！活得好家人，现在轮到你们体验绝望和恐惧。阿楚，伯父伯母，既然清月同学一口咬定东西是我偷的，大家都在场，作为宋晨哥哥的未婚妻，就算不为我自己，也要为宋家考虑，自证清白。但我毕竟是个女孩子，会场上男男女女，要我自证清白可以，但我只给宋晨哥哥一个人看，让宋晨哥哥证明我的清白。贱人，你说什么？贱人，你说什么？宋晨哥哥，可以吗？不行，不能让阿琛陪你去，我陪你去。清月同学，是你诬陷我偷了你的东西，你怎么证明我的清白？我那也不能让阿琛陪你去啊！你是觉得京城太子爷堂堂宋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他的话没有可信度，不足以让你信服，还是你觉得他的话没有分量？就是宋少说的话，我们都信。刚才你一直在挑事儿，难不成这件事真是你诬陷的？阿初，约你一起去，我一定还你清白。在宋家，还没有人敢拦住我。沈安叔，没想到你连这种下贱的招数都使得出来。现场看绿茶大战绿茶，好精彩呀！这水平，我得赶紧学起来，以后说不定也能用得上。阿初，陈哥哥，我身上有没有东西啊？你来搜啊？怎么样？搜到了吗？This is my. Hey, haven't been responding to my text and my calls and. 搜个东西而已，至于这么久吗？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啊？这小贱蹄子，一向来会耍手段，指不定现在就在里面勾引宋晨呢。被他勾引成功，万一生米煮成熟饭，清月不能让他们继续。哎呀，我找到了！哎呀，我找到了！少爷找到了，刚才是我不小心掉了，错怪林初同学了，不用检查了。
沈安叔，算你狠！不用检查了。陈哥哥，沈同学说东西找到了。沈清月，今天是我夫人的寿宴，你几次三番诬陷我们未来的儿媳，你到底是什么居心？林初是我宋家认定的儿媳妇，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欺负的。这件事，你们是不是应该给林初一个说法？哎呀，千年公、千年母，这事儿真的不能怪清月呀。我们一直就想揭穿她的真面目，是因为她根本就不是你们战友的遗孤，那是我们有精神病的女儿。对，你们都被他给骗了。是啊是啊，我们家清月也是好心，就是想让你们知道真相。药终于齐了。之前你们在学校门口就污蔑我阿楚，这次还想冤枉她，在大家面前故技重施是吗？你们根本就没有证据来证明她就是你们的女儿。这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全家人一起欺负阿楚，是当我宋家没人是吗？谁说我们没有证据？我们带来了证据，就是当年精神病院的护工，他能指认林初就是我那个有精神病的姐姐沈安舒。没错，我能证明。你快看看，是不是他？没错，就是他，他就是我在精神病院照顾过的病人。你有证据吗？有，这就是他犯病时候给我咬伤的，齿痕不能作假，他就是化成灰我也认得。看来他们一家为了指认我没少做工作，连这个护工都找来。大家看，这就是沈安舒的病历。有这个病历和齿痕，沈安舒容不得你不承认。难道宋家儿媳以前真的是精神病？首富宋家竟然被一个精神病骗得团团转，看来这宋家也是要走下坡路了。你们别再逼他了，根本不会相信你们的鬼话。没错，我承认我就是沈安舒。没错，我承认我就是沈安舒。你终于承认了，大家快看呀，他承认了，他就是个骗子，是个精神病。阿晨，你快把他赶出去啊！这种人就应该送进精神病院里，让他自生自灭。不，求求你们别打我了，别打我！我听话，我乖乖吃药，给我什么药我都吃，别打我了，别打我了！为什么？为什么我已经改名换姓了，你们还能找到我？我不会抢妹妹的东西，从小到大，你们把一切都给了她，我没有一句怨言。我不会威胁到他的，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别把我送到精神病院，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妹妹，你放心，我保证我会离你远远的，我不会威胁到你。我求求你别把我再送到精神病院里折磨我了，不要让他们再殴打我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真是另有隐情？阿楚，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阿晨，你别听他瞎说，他根本就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这个贱人把我们家搅得天翻地覆，他从头到尾都在说谎，他就是彻头彻尾的绿茶骗子，还想从我身边抢走你。对不起，陈哥哥，我不是故意想要骗你，我只是想要重新生活。可我没想到他们还能找到我。既然如此，我也有一个东西想要给大家看。伯母，我给你的那个礼物盒子呢？这是你妹妹的东西，你也敢抢？你听见没有？放开我！我不去！我妹妹！放开我！放开我！我没有骗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们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父母？沈安说：“爸妈只有我一个女儿，你个养女这辈子都别想出来。”放开！不去！我不去！来，玉心，
这个小贱蹄子是个硬茬，在里边给我好好照顾他，该打就打，出了什么事儿都跟你没关系。放心吧。别管。谁要？我擦！张嘴！张嘴！让你不能！所以是这家人虐待自己的养女，把没病的女儿交给了这个恶魔，现在还反咬林小姐一口，说她是精神病。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父母？这家人就不配待在这里，滚出去！太恶毒了！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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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得好家人，现在轮到你们体验绝望和恐惧。太恶毒了！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没想到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天底下怎么会有你们这么恶毒的父母？同样是女儿啊，竟然把她送到京城边缘这样折磨，她到底做错了什么？你恶意收取钱财，虐待病人，你这种人凭什么做护工？对不起，对不起，陈哥哥，我之前一直没有承认，不是想要故意骗你，我只是想要改名换姓，彻底抛弃以前的恶魔生活。我不想再回忆之前地狱般的生活了。如果你因此恨我、讨厌我，我也可以接受。对不起。我怎么会恨你？怎么会讨厌你呢？你受苦了，以后我会好好保护你的。沈安树，你个贱人，什么时候搞的这些证据？你当着我的面还敢殴打他，谁给你的胆子？来人，把他一家人都给我赶出去！来人，把他们一家人都给我赶出去！阿琛，他就是个骗子，他是故意接近你的，只有我是真心爱你啊！沈清月，以前我是受了你的蒙蔽，从今天起，我们一刀两断，我和你再也不会有任何关系。你们一家人对亲人都能下死毒手，我绝对不可能跟你再扯上任何关系。给我滚！沈安树，你个贱人，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亲家，这一切都是误会，误会呀，亲家！拆散宋晨和沈清月的任务完成了，还差最后一步，彻底把沈家踩入深渊。又被那个死丫头给摆了一道，这可怎么办？唉，沈家的股票和生意都已经受到影响了。清月，你倒是给想想办法呀！喂，阿晨，你先别挂。阿晨，我知道自己以前做错了，但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没什么事，我先挂了。别，求求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面跟你解释清楚那件事情。就算分手，我也想和你好聚好散，可以吗？好，在哪儿？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就在初次见面的那家餐厅。我就知道沈清月不会善罢甘休，正好，我就给你最后致命一击。宋晨哥哥，你今天能接我回家吗？不用麻烦了，
我自己回去吧。果然来了。沈清月，我已经和你说过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别再来找我。阿晨，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就真的这么狠心吗？我已经和阿叔订婚了，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才发现，我爱的只有。我要去见阿叔了。宋晨，你别走！沈清月，别再纠缠我。我有个东西给你看，是关于林初的。在线点单，姐姐帮你治渣男绿茶哦！在线点单，姐姐帮你治渣男绿茶哦。宋晨，林初他就是个绿茶主播，他靠着拆散情侣来赚取直播礼物，故意接近你，就是为了你的钱。不可能，我父母已经调查过他的底细了，不可能是视频里那样。阿晨，我怎么会骗你呢？网上都说他绿茶手段了得，你想想，他是不是也对你用过这些招数呢？他是不是故意激发起你对他的保护欲呢？他是不是故意挑逗过你的生理反应呢？Just gonna stay with me. All night till you get cold. I'll never miss your call. 这些都是他的绿茶手段。没有人比女人更了解女人。阿晨，我以前对林初所有的敌意行为，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啊！难道阿叔真的是故意接近？虽然我没有确切的证据。但一旦怀疑的种子种下，便是你们关系裂痕的开始。沈安叔，我一定不会叫你好。不行，我要亲自问他。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怎么不接电话？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我要去找他。恐怕你再也找不见他。沈安叔，这次你输了。林初，放开我！阿叔，没事，对不起。如果我第一时间来接你，你就不会被绑架了。都怪我，就不该相信沈清月那个贱人的鬼话。他说什么了？他给我看了你的直播视频，说你是绿茶主播，故意来接近我的。那一定是他 AI 出来故意骗我。宋晨的父母应该把所有痕迹都抹掉了，这次可能还真是被他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可惜他的对手是我。你知道我在追赶劫匪的时候在想什么吗？如果你出事了，我这辈子也没办法原谅自己。尤其是你不顾危险保护我，云中，我再也不会怀疑你，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他们为什么绑架你？这个人我认得，陈哥哥，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但是怕你难过，所以就……什么事？这个人就是沈清月在外面养的男人。什么？当初就是他和沈清月联合起来，想要诬陷我买凶侮辱他，但当时
你很喜欢他，所以我才没有告诉你，一直隐瞒至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你们到底为什么绑架他？我就是看他不爽，不觉吗？还有你啊，不要血口喷人，我跟你说。这些年，沈清月在陈哥哥身上拿了不少钱，每一笔都给赵峰分享过，可他有分给过你们吗？绑架是要坐牢的，我真为你们感到不耻。我不想坐牢，我坦白不行吗？就是沈清月让我们绑架他，说是事成之后就上一笔钱一起结算。上一笔钱，你们还为他做过什么？林小姐，给我闭嘴！林小姐说的对，你这些年跟沈清月一直吃宋家的软饭，开豪车买名牌，我们可还饿着肚子呢。就是，我也坦白，就是沈清月去让我们故意凌辱她，然后诬陷那个被绑的女孩子，只是最后没有成功，我们还没有拿到钱。沈清月找到赵峰，逼迫我们再次为他办事，说是事成之后可以从宋城那里骗一笔钱跟我们结账。我也是被逼无奈啊，警官。怪不得这些年不肯接受我的表白，原来是在外面养了别的男人。陈哥哥，你还有我。原来今天沈清月约我出来，就是为了方便绑架阿楚。警察同志，就是这个女人，她买凶绑架我的未婚妻，我要追究到底。人带到了，无凭无据，为什么要抓我？阿晨，你打我！沈清月病急乱投医，以为找人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就万事大吉了，这一次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原来你费尽心机拖住我，就是为了方便你的奸夫下手绑架林初是吧？啊，沈清月，事到如今你还想骗我？你怎么这么恶毒？阿晨，你听我解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太爱你了。警察同志，就是沈阳月故意让我们去侮辱她，然后把锅都推到林小姐身上。今天也是她发信息让我们去绑架林小姐，沈小姐才是幕后主使。警察同志，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闭嘴！闭嘴！证据确凿还不承认？像你这样黑心肠的小姑娘，我从业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到底什么仇什么怨啊？啊！你居然对一个无辜的小姑娘下如此狠手！宋晨，你听我解释，我只是太爱你了，我只是想给林初一点教训，把他赶走而已。如果没有林初，你就不会跟我分手。至于赵峰，是他一直纠缠我，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沈清月，你什么意思？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你现在一讲想把我踢开是吧？当初是你说宋晨人傻钱多，你只要略施手段，他就对你死心塌地，你去骗他的钱，然后跟我在一起。你说这些都是骗我的是吧？别说了，你给我闭嘴！沈清月，到现在你还想骗我啊？妹妹，我真的可以离你远远的，求求你不要再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受折磨了，我真的不想再回到那种地方了。个贱人，我这辈子不想再看到你！法律的制裁！宋晨，你不能不管我！我知道你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就将计就计。沈清月，这一场游戏你输得彻底无悔。亏我之前一直觉得她是人美心善的校花，现在看来，不过就是个心思歹毒、披着人皮的恶魔。就是，他一直都看不起咱们。自从我知道他心思这么恶毒，我就不跟他来往了。唉，只有林初是人美心善的校花呀。是啊，林初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阿初，我爱你，海枯石烂，我宋晨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我的任务完美结束，有钱有黑卡有车房，这种烂男人
谁爱要谁要。阿初，我是不会放弃的。小初啊，从今天开始，这些酬劳都归你了。谢谢你啊，救了我们的舔狗儿子。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沈家花了很多钱，才把沈清月救了出来，但也没有用。沈清月名声尽毁，沈家也掏空了家底，破产了。宋晨彻底的走了出来。这些酬劳是你应得的。小初，你如果能看得上我那蠢儿子，其实我们非常欢迎你做我们的儿媳妇儿。谢谢叔叔阿姨，我想现在我该去完成和另一个人的约定了。冬日的阳光真好。沈安叔，以后身败名裂，失去一切。沈安叔，这就是你和我处处作对的下场。沈安叔，你不该死了吗？怎么可能？你在说什么呀？我只不过是试一下新车的无人驾驶功能。你想杀我？那我只好再次报警了。沈清月，你涉嫌故意杀人，这次就等着牢底坐穿吧。沈安叔，我的好死！林初，我们已经订婚了，你什么时候嫁给我？宋晨，我现在想以学业为重。我会一直等你的。校长，我想转学，我要去国外这所最顶尖的学院。你考虑好了吗？安叔啊，你呀一定要上个好的大学，就像那个电视里头的一样，自己呀要给自己争口气，要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知道了，外婆。外婆，我做到了。外婆，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从今天起，我只为我自己而活，迎接天高海阔的人生。